好，我们继续来学习新的知识点。这些知识点都是特别有用的，它是将来你做题的武器。是不是教材上有的呢？当然，这些好多都是拓展的。它拓展的考试考吗？当然考了。所以呢，我们要把这些知识点都掌握全了，系统的都掌握到手里了，那么将来你武器强大了，再结合你的用心，结合你的聪明才智，你想是不是就所向无敌了？好，我又要给大家讲一个新的知识点。这个知识点是这样的，P 是双曲线右支上不同于10轴端点的任意的一点， F1、F2 是它的左右交点， I 是三角形焦点三角形 PF1、F2 内切圆的圆心。大家再想一想，我给大家从始至终都不断的在强调，学任何一部分知识，首先要掌握学这部分知识的思想。思想是什么？学圆对曲线，第一，回归定义；第二，设而不求，使用韦达定理，它适用于求弦长多数情况下。那么第三条特别重要的就是抓住几何特征，并用式子表达出来。因为我总是需要那么多式子，通过计算来解决问题，所以几何特征就是你的切入点，就是这道题的题眼。你看这道题的几何特征我就找到了，人家是内切圆，内切就是特征，好吧？快速的根据这道题所表述的，我要画双曲线的草图，不用画得很精致，如果你一下子就画得蛮漂亮的当然好，稍微丑一点也没有关系。点 P 是右支上的一个点，然后连接 PF1 连接 PF2， 大家看这是不是焦点三角形它是不同于10轴，点 P 可不能取在10轴这种地方，是吧？那么 F1、F2 是左右交点，它是内切圆和每一条边都相切，我目测一下，圆心大概在这个位置，所以我就画了一个小圆儿。它是三角形的内切圆，它和每一条边都相切了。I 是它的圆心，这个是 I 我想求 I 的横坐标，横坐标就是它向 X 轴做曲线。老师，它是不是和这个F1、F2 切在这个顶点处这不是顶点 A 吗？不知道，我要求的就是它的横坐标。只是呢，我这个圆儿实在画的太标准了，我现在切在这儿了，是不是它就和人家 F1、F2 X 轴切在顶点处？我们要通过计算得到，好吧？这个是切点，我用 M 来表示，这个切点我用 N 来表示。这个切点切在哪儿呢？我当然不能说人家顶点，这是 A1、A2， 我只能说一个点 Q 吧。那么我们在初中的时候就学过，圆外的一个点向圆做切线，向圆做切线能做2条，这是切点 A， 这是切点 B， 圆外一点到切点之间的距离叫切线长，切线长是一样长的 ，PA 等于 PB。好，所以我们就知道我要表达所有我知道的 ，PM 你是不是等于 PN 呢 ？F1M 是不是等于 F1Q F1M 切线长，它等于 F1Q，F2 这不也是切线吗？
所以 F2n 它是不是就等于 F2q 呀？它们的依据就是我刚才说的切线长相等。好，它们都表达完了，接下来我要表达啥呢？接下来没有什么可表示的，所以我就想起老师说的话。老师说，抓住几何特征，除了你是内切圆儿，你和每一条边都相切了之外，这个特征我已经表达过了。可是并没有立即就得到我要的结论，我想求圆心的坐标。那接下来我再继续表达啥呢？点 P， 你也不是普通的点，你在双曲线上。我们不是专门学了一个知识点，判断点和双曲线的位置关系，判断点和圆的位置关系，判断点和这个椭圆的位置关系，判断点和双曲线的位置关系。所以你是在上、在内还是在外？这不也是特征吗？哦，我的点 P 我是在双曲线上的，那你就要回归定义了。既然你在双曲线上 ，Pf1减去 Pf2到两个定点的距离的差，不用绝对值，因为我这个点 P 是取在右分支上的 ，Pf1长，所以呢，你是不是就等于2a 了？然后我就开始转化 Pf1 就是这条边，它是不是等于F1m 加上 MP？我把它换成 F1m 加上 MP MP 我写成 PM 也无妨。这是把 Pf1画成这个了，减去 Pf2呢，你画成的这是一个整体，我要扩上 Pf2，这不就是 F2n 加上 NP 吗？ F2n 加上 NP 写成 Pn 也无妨，它是等于2a 的。展开展开之后，我再上这里找有没有和我 F1m 相等的？有，它是 F1q。有没有和我 MP 相等的？ Pn， 它们俩是相等的，所以一展开它是负的，它是正的，它们俩是不是就约掉了？所以我就得到 F1m 减去 F2n， 它是等于2a 的。再继续转化，谁和我 F1m 相等呀？ F1q， 我又把它变成了 F1q 减去谁和我 F2n 相等呀？ F2q， 然后等于2a。F1q 是这个 ，F2q 是这个，它们俩的差等于2a。F1q 是什么？它是点 Q， 点 Q 是谁呢？点 Q 不是我经过 I 向 X 轴做垂线那个垂足吗？那么点 Q 的坐标我用 XQ 和0来表示。你看 F1Q 它们俩之间的距离，竖轴上两点之间的距离，右边点的坐标减去左边点的坐标，左边点的坐标不是负西逗0吗？它不是西逗0吗？所以右边点的坐标 F1Q 就是 x0 减去左边点的坐标减负西加西，它就是这个减去扩上。F2Q 呢？右边点的坐标减去左边点的坐标是这个竖轴上两点间的距离，所以它是西减 x0， 然后等于2a。打开括号，第一个括号无所谓，直接就展开了。第二个括号展开的时候要变号，西减西，它俩就约了。减负 x0 加 x0， 前面还有一个 2x0 就等于 2a， x0 就等于 a， 就等于 a。
x0的横坐标就是我圆心的横坐标，所以我圆心的横坐标就是 A。我说横坐标，纵坐标我不求。那么对于标准的椭圆来说，你的左顶点是负 a 逗0，你的右顶点就是 a 逗0，i 的横坐标也是0，说明什么呀？它是定值，它是定值。焦点三角形内切圆的圆心，内切圆的圆心，它的横坐标就是它的跟它所对应的那个顶点的横坐标所以这个结论大家一定要记住。我给大家详细的推导了，接下来我们就要用它来做一道题看这道题给大家点时间，我们看一看这道题。已知 F1、F2 是双曲线，这个双曲线呢，焦点在 x 轴，因为 x 方在前，迅速的画一下图像。a 方等于4， a 是等于2的。b 方等于1， c 方是等于5的 ，c 是等于根号5的，所以它是这样的双曲线，根号5是2点多 ，f1 在这儿，负的根号5逗0，这是双曲线的右分支，这是右焦点 f2， 它的坐标是根号5逗0。F1、F2 是它的左右焦点，过 F2 做了一条过 F2 的直线，与这个双曲线，与该双曲线交于 PQ 两个点，而且它说点 P 是位于第一象限的。那么这里边呢，就是它没有说交在同一个分支，应该强调一下它是交在同一个分支的。所以呢，我再把它延长一点儿。经过 F2， 我做了一条直线，它也一定是交于右分支，不然的话，你经过 F2， 如果做一条直线交于两个分支的话，那两个点 P 就没有在第一象限上的点了。要么你这样做直线呢？点 P 在第一象限也可以，我们就交在左分支吧。它没说交在两个分支还是一个分支，所以怎么做都可以。它和双曲线交于 PQ 两个点，这个是点 P， 这个是点 Q。点 P 位于第一象限，点 M 是它的内切圆儿。PF1 我也连上，内切圆的圆心我都不用画图，我马上就知道。为啥？因为你是内切圆所以你的圆心的横坐标 x0， 它没有让我们求纵坐标，就是我的顶点 A1、A2， 就是我的顶点的横坐标。显然 x0 就等于2。是不是刚才我们学的知识点马上口算就做出来了？好，第一个我们就做完了。第二个，L 的倾斜角为派，它是60度派。它的内切圆的面积，是 I1。三角形 Q 是什么 ？Q 是这个。QF1、F2，Q 也是双曲线上的点，和两个焦点连线得到的是焦点三角形。这个焦点三角形的内切圆两个内切圆，那我还是画出来吧。那你也是焦点三角形，你的内切圆的横坐标，那也得是我的这个顶点的横坐标。
所以呢，我们的圆心就在经过顶点做双曲线的切线，其中这个就是我下边这个焦点三角形内切圆的圆心，姑且把它叫嘚儿吧。这个呢，就是上边的这个焦点三角形，它的内切圆的圆心啊，它是 M 吧，是吧？点 M 是它的内切圆的圆心。我们俩的横坐标都是2啊，都落在这儿了。现在要让我求两个圆儿的面积的比，两个圆儿 ，i 是1比上 i 是2。它的半径呢，我用 r1 来表示，它的半径我用 r2 来表示。你看，既然你是垂直于 x 轴的，你这个圆儿是和 x 轴切在顶点处的，所以点 M 的坐标我就知道，横坐标就是你顶点的纵坐标是2，那你的纵坐标呢，显然就是半径啊，就是 r1。点嘚呢，横坐标就是2，那你的纵坐标呢？你看你不也是垂直于 x 轴的吗？而且切在这儿，切点在这儿，它就是半径，所以它的纵坐标就是 r2。所以面积当然等于派 r 方派 r1 的方派 r2 的方，所以就是 r1 的方比上 r2 的方。你就找到 r1 比 r2 就可以了。怎么找 r1 比 r2 呢？我们就挖掘已知。我一读题，你看看，你给了我60度吧？为什么给我60度？为什么给我60度？我还没用呢，我就把 MF2 连上，MF2 连上。这是个直角，这是个直角。好，那么西我也是知道的，这个西是根号5，西是根号5，这个是 A 是2，所以这样一小段儿，这切点的坐标我没设啊。这样一小段它就是2减根号5。然后我想求的是什么呀？我想求的是 r1 和 r2 的比值。所以我们在三角形，MF2O，这是坐标原点 O， 这个角它应该等于多少？这个角它应该等于多少度呢？它是60度，它的邻补角就是120度。F2P 跟圆垂直 ，F2O 跟圆垂直，所以呢 F2M 它就是这个角的平分线，120度各自分1份儿啊。这个图画的不够大，大家能看出来不？它是切线，它是切线，切点我没设。显然呢，它的邻补角是120度。它是切线，它是切线，圆心和 F2 的连线把这个角平分了，所以这个角小小的角也是60度，我把它搬出来啊，大家感受一下，这是点 M，这是点的，这是 N 啊，题中没有别的地方使用 N 吧？好吧，你这个切点就叫 N 吧，这是 N， 这是 F2。所以它就是60度，啊，各占60度，它是60度，这又是个直角，这不就是 r1 吗？
我要找到 R1 比 R2，我就借用 NF2， 你看 NF2， 你把它连上，这不是圆心吗？它也跟 F2 连上，所以这不也是我们是一条线呢？这不也是直角三角形吗？那么 R1 弹进它60度，对比邻 R1 比上 NF2， 弹进的60度还等于根号3，所以 R1 就等于根号3倍的 NF2。加个绝对值，它是表示线段的长 ，R1 就等于根号3倍的 NF2。接下来我们再看，那在这个小小的 RT 三角形当中，这个角是多少呢？它是60度，它也是60度，因为它们俩是对顶的。这是切线，这是切线，这是切线，这是切线。你一连圆心呢，你就把这个角给平分了。它本来是60度，现在这一小丢丢的角，它就是30度。所以呢，这个角它是这样的，它是30度。这个是圆心的，我就在三角形直角三角形的 F2N 当中，弹进的30度是对比我要找也得出现这个是我的，我把 N 写在这儿这是我的半径 R2 对比邻弹进它30度等于对边就是 R2， 邻边依然是 NF2， 弹进的30度是3/3根号3，所以呢，我得到的 R2 是3/3根号3倍的 NF2。那么 R1 的它是不是就可以写成 R1 比 R2 括号的平方呀？ R1 是谁呢？根号3倍的 NF2 比上3/3根号3倍的 NF2， 然后再平方，它们俩就约掉了。根号3除以3/3根号3，根号3乘以根号3/3。除以分子除以分母乘以分母的倒数，它们俩约了，外面还有一个平方，所以算完了，面积的比值应该就等于9。好了，我总结一下，这节课我们讲什么了？这节课我们讲了焦点三角形的双曲线的焦点三角形当中，你的内切圆的圆心，它的横坐标一定是你的跟它所对应的那个顶点的横坐标，也可以说成它的内切圆和 x 轴和 F1、F2 这条边恰好切在它的实轴的顶点处。好，这是这个知识点。然后呢，我应用这个知识点给大家做了一道题。这节课呢，我就讲这么多。下节课我要给大家继续讲重要的知识点。下节课我们再见。